宋秘书不小心忘了你哥的手术费，这是给你的补偿。下次超过200块的消费，记得提前向宋秘书申请。怎么不回消息？沈燕，不要以为你是我丈夫就可以为所欲为。沈燕，怎么回事？消息不回，电话不接，反了天了！周总，沈先生可能是心情不好吧，毕竟他哥的治疗费是我们这边疏忽了。不过他身为您的丈夫，这样不回消息，确实太不把您的规矩当回事了。沈燕，你死哪儿去了？你哥的疗养院床位还想不想要？周静月，我哥的命在你眼里就值52块。算了，从今往后，我哥的事、我自己的事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30万你留着吧，留着给宋景文买车买表，留着放烟花吧。好你个沈燕，还敢挂我电话！周总，您消消气，我看要不先别给沈哥批那30万了，过不了多久他就回来求您了。行吧，景文，就按你说的办。沈先生，您的检查结果提示早期胃癌，请尽快到院复诊。这床的病人呢？你不知道吗？他病危，家属打了1晚上电话都没凑齐抢救费，人已经走了。什么？我是在认真和你说话，我要离婚。就因为一点小事就嚷嚷离婚？你哥哥的治疗暂停是我同意的，和景文无关，他只是执行命令。如果不是你前几天跑到公司闹事，我也不会这么做。刚刚我已经让人恢复治疗了，我很忙，没时间看你闹脾气。30万是医院预交费，清单要出院后才能开。宋秘书，我求你先把手术费批了。我哥哥在抢救室里等着，钱到不了他就活不成。我都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这膝盖可没这么值钱。我就是想看看周金月养了多年的一条狗，趴在地上的时候，到底还有没有人样。说实话，你哥早点死了，对你对我都好，我也不用天天在这装可怜，天天陪你演这出戏。你想啊，你哥死了，你自由了，周金月省钱了，我轻松了，3赢，多好！还有30万可不是小数目，你没有清单，我怎么确认这笔钱真会用在手术上？周总规定，超过200的私人开出都要上报给他，你先补齐医院证明，我再帮你上报吧。在陪景文逛街，很忙。如果你真要离婚，可以直接走诉讼。阿英，我不治了。哥，你别说这种话。情况不太乐观，不能再拖了。后续治疗费用你要尽快准备。这戒指磨损严重，只能给这个数。谢谢。周总说，男人就该玩点像样的，非要送我这辆车。300万的车，说买就买，而我200块都要审批。周静月，到底谁才是你丈夫？沈先生，周总让我来确认一下，你哥哥现在还有没有继续治疗的必要？毕竟钱要花在值得的人身上，这笔费用我得重新评估。景文只是按我的意思办事，你有不满，可以直接跟我说。他玩赛车不用审批，我哥哥救命却要审批。他花的是我愿意给的，你要的是我名下的支出，性质不一样。想要钱就填申请，景文审核通过，我自然会批。别闹脾气，等你想清楚再来找我。景文，你走。不好了，你哥哥病情恶化，需要马上手术。周金月，我哥撑不住了，30万我写借条。周总，
沈先生材料没清，现在财务审计会很麻烦。我说过，按流程走，周氏不可能为你随便破例。在你眼里，我哥的命只是一笔不合规支出。沈耀，不要绑架我。沈先生，病危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周总，别被他影响，他每次都拿大哥逼你让步。抢救先做，但肾源匹配不能再拖，经不起反复停药。好的，我马上想办法。周总在开会，你哥抢救找周总也没用，等材料齐了再说。出院结算清单呢？人在抢救，怎么可能有出院清单？你故意卡我，是又怎么样？在我这儿，你只是个等我盖章的人。你拿我哥的命跟我耍威风！沈先生，我只是按流程办事，您为什么要动手？沈燕，你又在闹什么？周静月，你到底批不批？想拿钱，就该学会正确的权益，而不是在公司动手。求人，好，我明白了。你先回医院，材料留下，我让景文再喝。不用了，周总别心软，他就是仗着您在乎他哥。哥，没事了，钱马上批。阿爷，哥哥不想你为了我被别人看不起。哥，你再撑一撑，明天钱一定到。周总晚上有应酬，明天再说。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沈先生，不是说了等通知？我哥等不了。那你可以试试换个态度。我没有推你，是你在卡我。谁信？你哥靠的是周总的钱，尊严对你来说值钱吗？沈燕，你又在发什么疯？周总，您别怪沈先生，都是我不好，是我说话太直了，惹沈先生不高兴了。我就是想着公司有公司的规矩，沈先生提交的材料确实不全，我只是想让他补个证明。没想到沈先生反应这么大，直接把文件撕了。宋景文，你装什么装？你为什么总针对你？他按流程办事有什么错？错在他拿我哥的命逼我低头。周经理，你哪怕有一次亲自问过我一句，我哥怎么样了吗？周总，董事会海外会议不能再推。你先回医院去，申请我让景文重新审理。好。沈先生还差26万7千，今晚补不上，后续用药很难继续。您到稳定房。到医院门口来。一张张捡起来，让我看看周家女婿的腰能弯到什么程度。沈先生，你哥哥醒了。阿月，别求他们了。如果活着让你这么苦，哥哥宁愿不活。哥别胡说，等你好了，我们就离开这里，重新开始。情况危险，今晚必须手术。医生，求你们救人！阿爷，别求他们了。周总说你情绪太失控，申请先暂缓，等你正式道歉，我再考虑帮你递上去。做完手术勉强撑过去了，暂时稳住了，但后续药不能停，他经不起再折腾。好，我知道了，医生。沈先生，你也在这里啊？周总说我最近整理项目资料辛苦，带我出来吃个便饭，都是工作需要，你千万别误会。原来花周总的钱，也不是每一笔都需要理由。沈燕，你别阴阳怪气，
这段时间景文工作完成的很好，我作为老板请他吃顿饭有问题？没问题，毕竟他替你把我的申请砍得那么听话，是该奖励。沈燕，谁这么大手笔啊？好像是周氏那边放的，听说周总奖励秘书。这也太给面子了吧！老板做到这份上，真够宠的。谢谢周总送的表，今晚是只属于我的烟花。赞都点了，就别撤回，不然别人看见会误会景文。你再给他留个言，夸一下他最近工作认真，算是我们夫妻一起给的鼓励。宋秘书辛苦了，连周总丈夫没资格碰的东西，你都替我带上了。沈哥，我真的不知道那块表你也喜欢，我只是觉得周总一番心意不收不太好。你这样评论，大家以后会怎么看我？沈烨，你知不知道公司里已经有很多人误会他？你发这种话，以后让他怎么做人？说明公司里也不全是傻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尖酸？景文靠能力走到今天不容易，你不工作靠我养着，还要羞辱一个认真做事的人。喂，准备除颤，肾上腺素1毫克净推。病人自己拔掉了氧气管，正在抢救。哥，你怎么这么傻？你怎么这么傻？别哭，阿燕，不治了，太痛苦了。哥哥刚才都听见你和金月打电话了，别花钱了，不想再拖累你。哥，我不许你放弃，钱的事你别管，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又要钱，沈哥，刚才你在朋友圈羞辱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现在？你现在过来向我跪下道歉，我或许还能考虑帮你说句话。景然说的没错，沈烨，这是你欠他的。沈先生，请节哀。沈先生，你怎么了？沈先生，沈先生，你……沈先生，你胃部情况很不好，医生建议你立刻住院治疗。我不住了。可你这个情况，要不要告诉家属一声？我没有家属。沈烨，我已经等了你5个小时，你再不过来，你哥哥的治疗费就按流程催回，等成最快的一半。周总，不好了，沈先生的哥哥去世了。周总，出大事了！沈先生的哥哥刚刚在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你说什么？这绝对不可能！沈烨的哥哥怎么可能会突然去世？是真的，周总，医院传来的消息，沈先生的哥哥已经确认离世了。沈烨前几天还在拿他哥哥的病威胁我，这肯定是沈烨自导自演的把戏。沈烨为了让我低头，你竟然连这种谎话都背不住。周总，医院连死亡证明都开出来了，沈先生已经在上面签了字。前几天我不是已经吩咐下去，让疗养院那边恢复沈烨哥哥的治疗了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医院那边说，之前欠的30万手术费一直没补上，很多关键治疗早就停了。怎么会这样？你明明告诉过沈烨，急用钱就去找宋景文审批。沈烨，你为什么不去找宋景文？你为什么宁愿看着你哥死？周总，沈先生那几天几乎天天都在医院缴费窗口手上。备车，现在就送我去医院，我要当面问清楚沈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的，周总，我马上去安排司机在楼下大堂等你。不用等司机了，我自己开车过去，立刻带我去现场。周总，医院的人说沈先生那几天一直在缴费大厅等一笔钱。人呢？沈烨的哥哥明明就住在这里，他人去哪里了？这里空了。沈烨，你把你哥哥藏到哪里去了？这位女士，请问你找谁？这里的病人已经走了。我是这床病人的家属。沈烨呢？沈烨带着他哥哥去哪个新病房了？病人已经抢救无效离世了，遗体也已经送走，没有什么新病房。不可能，他
他哥哥虽然病重，但前几天明明还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病人错过了最关键的肾源匹配手术，身体早就撑不住了，这能怪谁？肾源匹配，就是沈燕说的那次最后的机会。周总，您冷静一点，沈先生的哥哥是真的不在了。你让我怎么冷静？沈燕呢？既然人不在了，沈燕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沈先生办理完所有火化和注销手续之后，就已经离开医院了。他去哪儿了？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他有没有说自己接下来要去哪里？我们不清楚他的去向，不过沈先生离开的时候状态非常差。状态很差是什么意思？他到底出什么事了？他当时在走廊里晕倒了，我们强烈建议他住院治疗，但他拒绝了。沈燕他为什么要拒绝治疗？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把沈燕哥哥的病历档案调出来，还有，我要查沈燕这几天的出入登记记录。不好意思，女士，病人的病历和家属登记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不能随便提供。我是沈燕的合法妻子，我现在怀疑沈燕失踪了，我必须立刻看到沈燕这几天的记录。非常抱歉，根据我们医院的规定，家属调取病历也需要走正规的审批程序，请您先去医务科提交申请。流程？申请？沈燕现在人都找不到了，你们居然还让我在这里等流程？为什么连查个信息都要流程？这该死的流程到底要卡我到什么时候？护士小姐，我们周总真的很急，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通融一下？这是医院的硬性规矩，任何人都必须按照规矩走完所有审批程序。而且，既然您自称是沈先生的妻子，那他哥哥这几天在医院抢救危在旦夕的时候，您在哪？他哥哥病危需要家属签字，被推入手术室抢救，甚至到最后送去火化的时候，都只有沈先生一个人撑着。沈先生自己胃出血晕倒在走廊的时候，身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您这个妻子当的可真称职。不知道他哥哥没撑住，我不知道沈燕也病了，我真的不知道。周总，这里是医院，不是你的周氏集团。他哥哥的遗体4天前就火化了，沈先生也已经签字销户离开了，你来晚了。周总，这是通过公司审批系统和催缴记录整理出来的相关资料。这些就是沈燕之前提交上来的所有关于他哥哥的费用申请。是的，系统记录显示，沈先生的哥哥在住院期间确实多次因为欠费被催缴。原来沈燕那时候没有骗我，他哥哥真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沈燕，你当时该有多绝望，才会卑微的在医院到处求人借钱？沈先生在审批系统里早就提交了全套的证明材料，包括医院的预销款催款单。真该死！我当时为什么会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觉得他在逼我低头？周总，您看这张，这是沈先生在哥哥病危前5天提交的30万手术费申请。资料不全，暂缓审批，这怎么可能？沈燕明明把所有材料都补齐了。这张申请书在系统里被手动退回了2次，最终被搁置了。宋景文，这个字迹是宋景文的，是他把沈燕的申请给扣下的。宋景文，你竟然敢背着我做出这种事，你这是在要沈燕哥哥的命！周总，这份手术费申请的状态到现在依然是暂缓审批。宋景文，他怎么敢？周总，其实刚才跟这些系统资料一起送达的，还有这份加急同城快递，指明地姓要您亲自拆封。寄件人是沈燕，他终于肯联系我了，快把剪刀给我。这是离婚协议书，沈先生已经在最后一页签好名字了。沈燕，你玩真的？把钥匙还回来，真的要跟我断得干干净净，没有争吵，没有质问，你就这样把我们3年的婚姻和这个家彻底丢掉了。周总，死亡证明上的死亡日期，就是您陪宋秘书看赛车买腕表的那天。那天我还在陪宋景文逛街，我还觉得他是在作妖，我真是一个混蛋。沈燕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时候，心里该有多恨我。沈先生把这些寄过来，大概是想告诉你，他已经彻底死心。他死心，是因为宋景文在背后替我做主，把沈燕的生路通通给断了。宋景文，我给他的权利是让他用来要人命的吗？周总，那现在需要联系法务部门介入，去调查审批系统的后台记录吗？不用等1天了，现在立刻把宋景文给我叫到办公室来。周总，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看漏了材料，您饶了我这一次吧。一时糊涂，你点开申请后直接选择手动退回，这也是糊涂。
宋秘书，这是你这3年来所有的异常报销单据，里面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万，每一笔都有你的电子签名。不能让周金月他们把证据带走，否则我这辈子就全毁了。这些账目都是假的，是沈岩联合财务部故意做假账陷害我的。宋景言，你涉嫌职务侵占和故意毁灭证据，周氏集团已经把账目提交给有关部门了。宋景言，我给你的信任不是用来卡着我丈夫的救命钱去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周景月，你少在这里装深情，逼死沈岩哥哥的罪魁祸首明明就是你！你给我闭嘴！助理，立刻通知有关部门的人进来带人。你好，这里是周氏集团总裁办，我们需要配合调查一起职务侵占案，嫌疑人已被控制。周总，我们接到举报，特来进行依法取证，请予以配合。周总，5天前晚上9点至10点，被宋景文删除的云端通话录音已成功恢复。放出来，立刻放出来！我要听听他到底说了什么。算我求你把手术费批了吧，我哥哥在急救室里真的不能再拖了，求求你！沈燕，你在朋友圈里羞辱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现在？你跪下道歉，我或许可以考虑帮你。下跪道歉，宋景文，你居然敢用我给你的权利这样作践沈燕的尊严！有人说的没错，沈燕，这是你欠他的，少在这里装模作样。请节哀。是我自己，是我亲手说出那些话，掐断了他哥哥最后的生路。宋景文，你涉嫌职务侵占等多项违规违法，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跟我们走吧。周景月，就算我坐牢，你也是害死沈岩哥哥的真凶，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我是沈岩哥哥家属，我要把病人之前欠下的所有医药费和疗养费全部结清。这位女士，系统显示这位病人的账目已经在4天前全部结清了。结清了？他哪里来的钱？他名下的周氏副卡明明早就停了。是一位叫沈燕的先生用现金结清的，他当时很着急，办完手续就直接去火葬场。现金？30万不是小数，沈燕哪里来这么多现金？周总，沈先生可能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我们得去火葬场看看。大妈，请问4天前是不是有一个叫沈燕的年轻人来这里送他哥哥火化？确实有这么个小伙子，我印象太深了。那天雨下的比今天还大，就他一个人来。那他现在人呢？他把骨灰带到哪里去了？周总，我刚查了系统，沈先生在本市的所有实名信用卡、周氏副卡全无记录，他连最后一张公交卡都退了。退了公交卡，他这是要彻底离开这里？他能去哪儿？先回家吧，周总，说不定沈燕会回家拿行李呢。是周氏总裁任一种同千金逼死丈夫哥哥。周总，因为你私生活的丑闻，周氏集团的市值在1天之内蒸发了100亿，逼着丈夫下跪，卡着救命钱不放，这种道德败坏的指责，董事会需要你给个交代。随你们怎么折腾吧。沈燕走了，我守着这个冷冰冰的公司还有什么意义？关于总裁的位置，董事会可以按照程序随时罢免我，我没有异议。周景月，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这是在置整个集团的利益于不顾。周女士，沈先生已经把病人的遗物和骨灰都带走了。那沈燕呢？他有没有留下他的新地址或者联系方式？没有，沈先生结账的时候很平静，只说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周总，我们查了沈先生所有的联系方式，他的卡全部注销，号码也成空号了。沈燕，你一定是在跟我赌气，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带走。周总，沈先生没有带走任何您买给沈先生的贵重物品。不可能，沈燕平时用的手表呢？我送给沈燕的那辆车呢？沈燕，你竟然把这些东西分得这么清楚，你是要和我两清吗？沈燕把照片带走了，把他哥哥的照片带走了。沈燕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周总，我在沈先生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但是里面的结婚戒指已经不在了。戒指呢？
沈燕最宝贝这枚戒指了，沈燕怎么会把戒指弄丢？周总，流水的，我们刚刚查到了沈先生名下唯一一张私人储蓄卡的交易流。沈燕人在哪里？流水显示有一笔来自奢侈品回收店的转账，沈先生应该是把结婚戒指卖了。这位女士，请问您是需要做奢侈品回收，还是挑选首饰？5天前，是不是有一个叫沈燕的男人来你们这里卖过一枚男款钻戒？啊，我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一位先生，那枚戒指的设计很特别。沈燕，你居然真的把我们的结婚戒指当成废铁一样卖掉？那枚戒指现在在哪里？我要把它买回来，立刻，不管多少钱。不好意思，女士，那枚戒指我们已经按照规定在2天前熔掉做材料处理了。熔掉了？我们的婚姻，你这是在用行动告诉我，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复合的可能了吗？店员先生，请问那位沈先生来卖戒指的时候，状态看起来怎么样？那位先生的脸色非常差，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手一直在不停的发抖。他甚至连价格都没怎么谈，只求我们能立刻给他现金。他拿到钱之后，一边往外走一边打电话，好像是去给医院缴费，而且他还向我打听了去外地的车票。周总，按照您提供的身份信息，这就是那位沈先生进站时的监控画面。沈燕，你当时胃痛的那么厉害，为什么不肯给我打个电话？他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他就这么走了。我明明就在这个城市里，他却宁愿一个人拖着箱子离开。周总，沈先生是用全部的积蓄买的这张单程票，他没打算再回来。单程票？沈燕，你这是要彻底把我抛弃在你的过去里啊！等等，值班员先生，麻烦把左下角那个候车大厅的监控画面放大。周总，沈先生进站前好像在候车厅里晕倒过。他怎么倒下了？那些人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沈燕，快把我的电话给他们！我是你的妻子，我可以去接你。我没有家属。沈燕，你宁愿独自面对生死，也不承认我是你的家人了吗？周总，沈先生在去火化他哥哥的时候，就已经把您从他的生命里除名了。是我亲手把他推走，是我在他最需要家人的时候缺席了他的人生。周总，这是我们在沈先生注销的手机号后台里查到的最后一批未读短信记录。周总，沈先生可能不只是胃疼，先回家吧，周总，今天太晚了。沈燕，开门，该交房租了，别躲在里面装死。这都拖了几天了，没钱就赶紧搬走，别耽误我把小公寓租给别人。阿姨，求您再宽限我3天，等我找到工作，一定马上把房租补齐。哼，最后3天，再不交钱，我直接把你的东西扔出去。哥，我真的好疼，我是不是很快就能去陪你了？不行，我答应过哥哥要好好活下去。沈燕，你不能就这么放弃。沈先生，你简历上有3年的空白期。我因为家里有病人，推迟在家照顾，但我专业的财务技能并没有输出，可以随时上手工作。没有生疏，我们公司要的是能抗压的专业人才，不是靠女人养着的软饭男。没关系，这些羞辱比起在周氏集团时受到的，根本算不上什么。沈燕，没关系的，继续投下一家，你一定可以靠自己活下去。原来短信里说的都是真的，早期胃癌，沈燕真的得了癌症。她当时跟我说离婚的时候就已经得了癌症。沈燕，别再拿生病作妖来博取我的同情了，这婚必须离。我还骂她作妖，我还觉得她是在拿生病博同情，我到底都对她做了些什么？沈燕，你
是因为对我彻底死心了，所以连你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沈燕，你居然只用了1天1夜，就把我们公司堆了半年的乱账全理清了。老板，账目已经全部梳理完毕，顺便帮您追回了2笔重复支付的物款。沈燕，你是个难得的人才，从今天起你正式入职，工资待遇翻倍，以后公司的财务就交给你了。哥，我拿到第1笔靠自己赚来的工资了，我能养活我自己，也能治病了。把这些卡里的钱全部往沈燕以前名下的储蓄账户里转，每个账户转3000万。周女士。非常抱歉，系统显示这些账户在4天前就已经由持卡人本人亲自申请销户了。沈燕，你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连1分钱的联系都不愿意留给我。去找沈燕以前在大学和工作时认识的朋友，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打听到她的消息。周总，您这种大忙人怎么有空来找我们这些穷帮蛋？沈燕在哪儿？我们怎么会知道？求求你们告诉我，沈燕到底有没有联系过你们？我真的很担心她的身体。你担心她？沈燕的哥哥病危那天，沈燕为了凑齐30万，在外面挨个给我们打电话，甚至给债主下跪。她那么骄傲的一个人，为了救她哥哥，把尊严踩在脚底下求人。你这个当妻子的，当时却在陪别的男人逛街放烟花。下跪借钱，沈燕，你当时为了30万，竟然给别人下过跪。周金月，你的钱能买来虚荣，但买不回沈燕哥哥的命，你永远都找不到他了。周总，根据您的委托，遗嘱已经起草完毕。如果您遭遇意外或者失踪，您名下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将全部信托。把信托基金的受益人写成沈燕，如果找不到沈燕，这笔钱就全部以他哥哥的名字成立专项癌症救助基金。周总，公司那边的董事会还在等您的重组方案，您真的决定把所有股权都委托出去吗？没有了沈燕，守着再多的股权也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我只想为她赎罪。随他们去吧，我现在只想找到沈燕，哪怕只是看她一眼。小沈啊，慢点喝口水。你一个人在外地生病，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真是作孽呀！阿姨，谢谢您送的热粥，我已经感觉好多了。沈先生，第1阶段化疗的效果很明显，肿瘤指标有所下降。只要你保持这个心态，按时吃药，很有希望完全康复。哥，我没有放弃，我身边的朋友和阿姨都对我很好，我会好好活下去的。对不起，大哥，是我太自私，是我害了你和沈燕。如果我当初接了那通电话，如果你现在还活着，沈燕是不是就不会走？周总，墓地管理员说沈先生刚走没多久。大叔，刚刚来祭拜的那个人，他往哪个方向走了？那位先生啊，他在墓碑前坐了整整3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不过他走的时候看起来很平静，不像前几天来办理下葬时那么绝望了。沈燕，你是在这里彻底把关于我的一切都埋葬了吗？这是那位先生走的时候从口袋里掉出来的，我看上面有字就捡起来了。他说他再也不用求着别人生活了。沈先生已经完成了精神告别，他不会再等您的以后不会再有人让我求着别人生活了。沈燕，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的家就是你的家。静月，我曾真的以为只要我足够听话，足够爱你，我们就能有一个家。可用尽全力爱了你3年，静月，我不恨你卡住我哥哥的救命钱，我只恨我自己为什么这么无能，要把哥哥的命寄托在你的施舍里。对不起，静月，我得卖掉你给我的家了，因为我得用它给哥哥买命。静月，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的名字。那30万终究没能买断我们的余生，它买断了我的希望，
也买断了我对你所有的爱。周金月，我不恨你了，因为恨一个人太累了。从今以后，我要把爱你的力气拿来努力活下去了。哥，虽然不多，但是我自己赚的。哥，我下周就能拿正式合同了，等攒够了钱，我就去沐浴给你续交管理费，你等我。小沈，把这些上个月的差旅报销单对一下，系统里的数据对不上，今天下班前必须平掉。好的，张姐，我这就做。小沈，有事快说，我正忙税务的事儿。老板，差旅账平了。另外，我发现2笔未申请的退税表填好了，您签字下周能退2万。行啊，小沈，老财务都没发现，你眼光真准。实习期表现很好，正式合同底薪6000加提成，下周起你做主办会计。6000月薪在他眼里不算什么，却是我挺直腰杆的底气。哥，我转正了，我能靠自己活下去了。哥，我现在每天都按时吃药，我不会再让你为我担心了。沈燕，上个月你做的那个账目修正案通过审计了，帮公司把那笔漏掉的退税款全额拿回来了。老板，那本就是公司应得的，我只是把漏洞补齐了。你就别谦虚了。鉴于你试用期的优秀表现，公司决定今天给你签正式合同，工资翻倍，这是你上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你应得的。沈燕，好好干，公司以后少不了你的位置。这是我3年来第一次凭借自己的能力，堂堂正正赚来的第一笔钱，不用再写申请，不用再等别人的施舍，这是我沈燕自己赚来的钱。那是哥哥墓地的后续维护管理费。这1年多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脚踏实地的踏实与自由。沈燕，有个消息先给你透露一下，下个月我们要争取一个大合作方。大合作方是哪家公司？是周氏集团。周氏集团，周金月。原来1年过去了，这个名字还是会像阴魂一样出现。沈燕，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对劲。我听说周氏集团在业内的名声很大，但合作要求也特别苛刻。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这个项目的财务预算对接，我可以去跟老板申请换人，我来做。不用，谢谢你，我没事。沈燕，你现在是一个独立的财务，周氏集团对你而言只是一个普通的合作方，你没什么好逃避的。沈燕，周氏集团这次来的对接人员级别很高，听说是他们总裁亲自带队。你这边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老板，所有的财务预算和付款节点方案都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开会。好，我就喜欢你这股沉稳的劲儿。那明天就由你来做主报告。周氏代表明天到，沈燕，你主对接。好，沈先生，恭喜你。这次的胃镜和病理复查显示，你早期胃癌的病灶控制得非常好，目前情况很稳定。谢谢医生，这几个月我都有按时吃药，保持下去。记住，绝对不能再有过度劳累和极端的精神刺激。按时复查，你还有很大的机会康复。我绝对不能再有过度劳累和极端的精神刺激。按时复查，你还有很大的机会康复。我再也不用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我可以自己选择吃什么，买什么。这支录音笔里存着哥哥病重时偷偷录下的话。这1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勇气点开它。阿燕，等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哥哥大概已经不在了。哥，对不起，我以前太傻了，我为了你把尊严都丢了。阿燕，以后要为自己活。哥，我听你的话，我以后只为我自己活。1年了，离开周家后，我终于活得像个普通人。今天的项目，我绝不能搞砸。沈月，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周氏集团的代表团已经进大楼了，老板在会议室里催着你呢。放心，投影设备和数据我都确认过了，没有问题。我听前台说，这次周氏的总裁周金月也亲自过来了，传闻他手腕极狠，要是数据出一点差错，咱们公司就完了。沈月，你没事吧？脸色怎么有点发白？没事，我们先去做事。周金月，1年不见，我们终究还是以这种方式重逢了。
沈烨，你怎么才来？快，赶紧给周总和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咱们的预算方案。各位领导好，我是本次方案的负责人沈烨。是他，真的是沈烨。这一年他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沈烨。周总，您和我们公司的财务对接人认识？周总您好，我是本次项目的财务对接人沈烨。沈烨，你叫我周总，你用这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我。周氏集团提出的这部分推广费用需要拆分，付款节点建议放在首期验收合格后。沈烨的病好了吗？这一年他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优秀？周总，合作愉快。具体的合同条款，我们下午会出正式版送去贵司。沈烨，这一年我一直在找你。沈烨，我知道以前是我错的太离谱，宋静文做的事我已经全部查清楚了，我已经撤销了他所有的职务，并且让法务把他送进去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敢那样对你。周总，宋静文挪用公款还是卡审批，那都是周氏集团内部的法务问题，与我无关。沈烨，我不是在说公事，我这一年多都在找你，我只是想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周总，现在是下午2点10，属于我个人的工作时间。如果您对我们公司刚才提出的预算案没有异议，请移步去总经理办公室签字。沈烨，你一定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吗？我们之间一定要分得这么清吗？沈烨，你跟我回去好不好？你身体不好，我带你去国外找最好的医生检查治疗。周总，我的胃病已经在按时吃药了，不劳您费心。他连自己的病都不愿意让我插手，他是真的要划清界限。那你告诉我，我还能怎么补偿你？沈烨，只要你肯跟我回去，周氏集团名下的3套别墅10%的股份，我都可以立刻转到你的名下。以后周氏的所有财务都交给你管，你再也不用为了几百块钱去跟任何人写申请。周总，您觉得我现在还需要这些东西吗？房子、股份、存款，这些你以前为了救你哥哥命拼命想要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关于周氏集团第2期款项的支付节点，我们公司坚持在阶段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这对双方都公平。周总，沈烨的这个方案确实更符合我们公司的风险控制。您看，如果没有异议，就可以签字了。原来沈烨离开了我，离开了我定下的那些规矩，他依然能活得这么好。沈烨，如果你不愿意要钱，如果你觉得我是在用钱侮辱你，如果可以，我想用你哥哥的名字在社学界设立一个专项医疗基金，去帮助同样的人。只要设立了这个基金，你哥哥的名字就会被大家记住，这也算是我们为你哥哥做的一点事儿。周金月，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拿钱做慈善，就能洗刷你和宋景文身上的罪孽？我不是这个意思，沈烨，我是真心想要为你哥哥做点什么。我哥哥活着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等那30万手术费，你人在哪儿？你为什么不肯给？现在人死了，化成灰了，你跑来跟我说要用我哥哥的名字设立基金，你这是在补偿我哥哥，还是在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30万，原来我用再多的钱去赎罪，也换不回那个在手术门外绝望死去的哥哥了。不要再用我哥哥的名义去消费他，你不配，宋景文更不配。沈烨，我知道我不该不给你哥哥救命钱，但我已经处理了宋景文，你为什么还是不肯回头？周金月，真正让我死心的不是你不给钱，那是什么？沈烨，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让你连看我一眼都觉得脏？是你让我去找宋景文审批。宋景文审批？我当初只是为了公司的财务合规，我只是想让宋景文帮着把关，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是你的丈夫，可我每一次为了我哥哥的命去求钱，都要把我所有的尊严像垃圾一样摊在你的男秘书面前。我要向宋景文解释钱用在什么地方，我要向宋景文补各种证明，我甚至还要等他宋景文心情好，才施舍般的帮我上报。宋景文可以决定我哥哥能不能续上药，决定我能不能拿到救命的钱，而你周金月觉得这是公司的规矩。沈月，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宋景文会背着我做这些，如果我知道，我绝不会。你知道，你只是觉得我是一个依托你生活的外人，需要你大发慈悲的施舍才配拿到那笔钱。好的，法官，我记下了。法院的电话
离婚案的开庭时间定了。沈燕，你看看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住着不到30平米的小公寓，每天跟别人挤公交，加班到这么晚，只能吃便利店的冷便当。这日子哪里不好？这哪里好？你以前在周家衣食无忧，你想要什么名牌，我都可以让人送来。沈月，难道你真的要彻底把我从你的生活里丢掉吗？你住小房子是因为你觉得那不够体面，我住小房子是因为我付得起房租，不需要向任何人写申请。原来我自以为给沈月提供的优渥生活，在沈月眼里不过是带着金锁链的囚徒。你也是我自由里必须丢掉的那一部分。沈燕真的来了，她现在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我吗？沈燕，这是我已经签好字的解除关系协议，还有一份关于我们关系存续期间的补充协议文件。周总，我之前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除了按约定应得的，周家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要。沈燕，我向你保证，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用任何理由拖延你，更不会让任何人来插手我们的事儿。我只是希望你能收下这些股份和房子，算是我给你还有给你哥哥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沈燕，你不要周家的钱，你要怎么去治你的胃病？你怎么活下去？周总，我哥哥的账目在1年多前就已经全部结清，我不需要你的任何施舍和补偿。这不是施舍，沈燕，这是我欠你的，是我没有尽到一个伴侣的责任。你就当是看在我们3年相处的情分上，让我帮你找最好的医生治疗，再考虑一次，好不好？周总，我今天来这里只是为了结束这段关系，没有其他多余的打算。原告沈燕因夫妻感情破裂起诉离婚。被告周京月对起诉双的内容有什么异议吗？法官，我没有任何异议。起诉双里写的每一件事，全部都是事实。周总，根据法律程序，我们还可以就财产要求进行进一步协商。是我以前太自私，把沈燕对我的忍让和付出，全都当成了理所当然。是我把沈燕的自尊和难堪交给我身边的秘书去肆意审判。沈燕，我当着法官的面承认我的过错，你能不能看我一眼，哪怕只是恨我？既然被告承认了婚姻存续期间的过错，那么按照程序，我需要询问原告的意见。原告沈燕先生，鉴于被告周京月女士有明显的悔改意愿，你是否愿意接受本院的庭前调解？调解员，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我坚持要求按程序解除我们的关系。沈燕，你连最后一次调解的机会都不肯给我，你真的这么恨我？关于财产部分，沈燕表示只要求按程序分割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周京月是否同意？调解员，我方周京月愿意主动让出周氏集团5%的股权，以及位于市中心的2套房子，作为给沈燕的补偿。律师先生，我之前已经强调过了，那些是周京月婚前或者周氏集团的资产，与我无关，我1分钱都不会要。沈燕，你非要和我分得这么清吗？那些财产可以让你安心治病，让你过得更好。周京月，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分得这么清。如果双方没有异议，请在解除关系确认书上签字，本确认书即可生效。沈燕，沈燕，我们虽然分开了，但如果你以后身体不舒服，或者生活上有任何需要，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只要你开口，我随时都会帮你。求你不要像个陌生人一样躲着我，好不好？周京月，谢谢你的好意，但真的不用了。老板，麻烦帮我拿一束金黄色的菊花，要新鲜一点的。好嘞，小伙子，这束刚从基地运过来的，开得正盛呢，给你包好。小伙子，又来看你哥哥啊！今天看你的精神状态比上个月好多了。大叔，我的病已经快好了，今天来是跟我哥说个好消息。慢慢聊。哥，我来看你了。这1年多我过得很好，我有工作，也有朋友，胃病也控制住了。哥，我今天把婚彻底离了，和周家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些房子、股权，我1分都没有要。哥，再也不用看脸色求要了，没人能再逼我写那些身体表了。那些金锁链我都砸碎了，我现在是完全自由的。哥，以后我会好好活。周总，这是法务部刚做好的股权信托托管书，还有您个人资产的清算表，都签好了。从明天开始，集团日常决期权全部移交给职业经理人，董事会那边
让他们别再来烦我。周总，您真的要完全放手？这可是您守了近10年的家业。随他们去吧。这1年多，我用规则和权力逼得他无家可归，现在该把这些冰冷的东西还回去了。没有了申燕，守着再多股份和空楼，不过是给自己造了一座更奢华的坟墓罢了。周总，你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这里留下了太多他痛苦的痕迹，我想去住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看看他是怎么熬过来的。申燕，大喜事儿啊！咱们周氏项目预算控制的极其完美，行业里一炮而红了。是啊，昨天行业协会会长还亲自打电话来夸你呢。你现在可是咱们公司金字招牌了，老板得给工程涨工资啊！都是大家一起加班的功劳，我只是做了我分内的事儿。这是深圳总部独立合伙人事务所发来的调令，点名要你过去做高级合伙人，负责大湾区所有信托审计业务。哥，没有周家的背景，没有施舍，我是靠自己的专业和汗水，堂堂正正拿到了新城市的入场券。不过这也是好事，大湾区那边平台更大，更适合你。谢谢老板，谢下去。我想去一个能吹到海风的新城市，重新开始。30块钱的便当，40平米的单身公寓，申燕，这就是你当时宁死也要逃回来的世界吗？原来没有了那冰冷的30万，没有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规矩，这个破地方竟然比我那栋空空的别墅还要温暖。申燕，我终于懂了，可是我真的把你丢了。大妈，请问这把青菜多少钱？2块5一把，新鲜着呢，早上刚从地里摘出来的。2块5表，在以前，这甚至不够秘书随便买一个下午茶的零头。可哥在医院的时候，每一笔这样的零钱都是申燕在走廊里四处求人、作践尊营换来的。姑娘拿着吧，怎么买个菜还快哭了呢？现在小年轻过日子不容易，加油啊！谢谢大妈，我会的。长没长眼睛啊？挤什么挤？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实在不好意思。申燕，你以前就是每天坐这趟车，带着满身疲惫和胃痛回家吗？而我那时候却躺在宽敞后座上，冷漠地怪你为什么总不接电话。小燕啊，奇迹，真是奇迹！你体内所有的癌细胞活性指标已经连续6个月在安全线以下了。医生，这代表你已经完全跨过了临床治愈的第1道大关。只要你以后保持现在这种规律的生活，按时吃饭，少受精神刺激，你就能像个完全健康的人一样，活到长命100岁。谢谢您，医生，谢谢您给了我第2次生命。哥，我可以带着你的那份健健康康的去新的城市，看更大、更美的风景了。申老师，大湾区这边刚刚成立的申氏兄弟公益基金委托我们做最后的资产注入审计。申氏兄弟？是的，这个基金会是由一位匿名人士出资设立的，资金规模高达3个亿，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因为没钱做匹配手术而放弃治疗的贫困肾病、胃癌患者。3个亿，周清月，你终究还是用了这个方法，把周家所有的资产都推了出去。这是公益项目，必须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患者身上。好的，申老师。不过基金会的发起人也指明要您作为总审计师参与明天的资产交割会，他人已经到新城了。知道了，帮我准备明天的资料。沈审计师，好久不见。周女士，您好，我们开始吧。周氏资产信托注入的流程没有法律漏洞，但这300万的预留保障金建议直接划入重症监护专用账户，避免被行政费用蚕食。申燕，你真的站在了属于你自己的光芒里，你再也不用卑微的向任何人妥协，你现在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强者。这个基金会成立后，已经有5个像你哥哥那样情况的患者拿到了全额手术补助。替那些患者，谢谢你，周女士。申燕，我搬到你以前租过的小公寓住了半年，我坐了你坐过的公交车，吃了你吃过的冷面，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亲自走一遍你走过的路，感受一下你当初该有多绝望。都过去了，我已经不觉得苦了，你也放过你自己吧。沈老师，出大事了！周氏残留的几个老董事联合宋景文以前在财务部的同伙，今天下午向法庭申请了紧急财产保全。财产保全？凭什么？他们伪造了一份周氏3年期的虚假海外债务合同，说周景月注入基金的3个亿属于恶意转移公司财产，要求法庭立刻冻结基金会所有银行账户。这笔钱是给重症患者做手术的救命钱，一旦冻结，那些等着配源的患者就会彻底失去生路。宋景文虽然进去了，但他那帮贪得无厌的爪牙居然还想闹事。小刘，帮我联络法庭庭审处，就说我是信托基金的独立总审计师，要求在明天开庭前提交决定性的反洗钱证据。法官大人，周金月女士在未清偿公司高额债务的情况下，将巨额资金投入公益信托，这是极其恶劣的逃废债行为，必须立刻查封冻结。
法官大人，我作为该信托基金的第三方独立审计师，代表信托点1人提交最新最完整的审计报告。对方律师所持的所谓海外债务，3年前就已通过送检的虚假包通道流回了这几位董事的个人海外账户。这是典型的利用虚假关联交易侵占公益资产的金融欺诈案，他们涉嫌职务侵占和伪造国家公文。原告提供的证据链极不合法，驳回冻结申请。被告方穿透审计报告有效。申燕，谢谢你。如果不是你，那个基金会今天就全毁了。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那些和哥哥一样需要这笔钱活下去的普通人。周金月，你用这笔钱救了别人，而我也用我的专业保护了他们。我们都对得起我哥哥了。是的，我们都对得起他了。我已经跟信托银行签订了终身放弃受益权声明，从明天起，我将彻底离开这座城市。打算去哪里？去西南大山里，那里有一所信托基金资助的希望小学，我申请了去当支教老师，教孩子们读书，顺便帮他们整理简陋的图书室。周金月，你终于从那个金钱堆砌的王座上走了下来。当你可以真正平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真正获得了救赎。那里的空气很好，很适合你。去过一种简单、没有规矩限制的生活吧。这是我和哥哥唯一的一张合影。这是我在搬离小公寓的时候带上的。这1年，我每天都看着它，向哥哥忏悔。现在我觉得我没资格拥有它了，还是还给你。不，周金月，既然你已经决定去大山里开始新生活，这张照片你就留着吧，带着哥哥的笑去照亮那些山里孩子的路。我相信，如果哥哥还在，他也一定会支持你这么做的。申燕，谢谢你，谢谢。申燕，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别再遇见我了，一定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周金月，我不恨你了，祝你在大山里找到真正的自由。哥，我们都解脱了，我们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好好的活下去了。喂，跑完一起去喝椰子水啊，老地方。好嘞，老地方见。这钱足够我在这个美丽的沿海城市买下一幅属于自己的海景小公寓。申岩先生，财务合伙人年终分红已入账，麻烦查收。我打算买房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全款买的，房子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那会是一间面朝大海、温馨的小房子。周老师，这是我阿妈早上刚从树上摘的，可甜了，给你吃。谢谢小宝，真乖。今天的拼音课学会了吗？学会了，周老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去读大学，去看看外面的大城市。好，老师等你们长大。大城市很美，但记住，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做个善良、顶天立地的人。那些痛苦的身体表，那些高高在上的施舍，那些被金钱勒紧的尊严，都留在过去吧。哥，我们的余生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买断了，我会走得比谁都远。